嗨，大家好，我是老五前的 GT，我是老大。那我们呢，已经到8月底了，那我们要出一下我们这个月的影片。没错，我们要讲的是在7、8月的过程中，我们花比较多时间在制作的一种新的3D 列印的方法，它叫做 Color Litho。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像原理或者是它的结果好了。那我们把结果放在这边，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做结果的内容。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它的制作过程。那制作过程呢，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亚克力艺术家，然后透过不同色板的方法去制作出一幅画。那我们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题材。那我们从这个题材的内容去往下深入去找到的一个制作方法。制作方法来讲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间谍加加9，比较有名的一个动画 IP。那它透过4个色板的叠在一起的结果之后，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相对很漂亮鲜艳的一幅画。我们一一来剖析一下。它首先是用一块青色的这个颜料涂抹在这块亚克力板上面，创造出一种基底之后，再把洋红色的这个色板呢也摆上去。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就会出现像是蓝色跟洋红还有青这3种颜色，青色加洋红之后会产生蓝色。那如果我们把洋红色拿掉，我们把黄色的色板摆上去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它除了黄跟这个青色之外呢，会出现绿色，这就是这个叠层的效果。那我们把这3个图都叠在一起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可以形成一幅画。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它的制作方法是用到4个色板，所以我们要把第4个呢，有关于这个轮廓的色板摆上去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就会变得相对来讲变得更有层次感一点点。这个原理是 CMYK 嘛，就是印刷的时候，彩色印刷的时候的。对，那这个方法其实已经非常广泛运用在所有的平面印表机上面。那现在有一些3D 印表机也是用到这个方法。那我这边呢，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有做的一个展示图。如果我们今天要呈现出这样相同的效果呢，一样我们用这个是3D 列印的结果。那它一样呢，我们要先找出青色的颜料、黄色的颜料跟洋红色的颜料，透过这3个颜料呢去叠，分别是绿色、红色跟蓝色。对。所以其实色彩学上面，虽然说我们讲的3原色是这个 RGB 是光的3原色，那怎么的色彩学的色是红绿蓝，红黄蓝，但是它在这边其实对 CMYK 就意识上来讲，它其实是透过这3种颜色去调的。首先呢，我们要先去网络上打CMYK 或者是3原色色彩学3原色，我们会得到像右边这张小小的图。那其实就是我们先进行到这个网站，我们会把网站留在我们的下面，大家可以自己点这个连接进去。那我们选择档案之后呢，我们把这张图放进来，放进来之后呢，先什么都不做，用它的预览往下，我们只要按这个让它的预览图跑完之后，可以看到它上面可以很清楚的出现洋红色、黄色跟青色这3个颜色，然后再来是它叠出来的3种颜色，分别是红、蓝、绿。黑，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出现间谍加加9的一种做法。那在这边的话，跟大家讲一下它的调整方法，可以让你的图变得更精细。先简单做一点调整。首先第一个，它上面的这个Lithofan Resolution 指的就是它的解析度。那这边我们先不要动它。第二个呢，是指的是你颜料的解析度，这个呢会跟你的喷头有关系。所以如果你的喷头的宽度呢是0.4的话，这边建议就是用0.8或者是1.2。就是要喷头一般0.4的倍数。对啊，这个的话会跟解析度有比较大的关系。那第二个呢，再来就是颜色的厚度。那这边的话，它的每一层层高建议是用0.1来做，因为你如果是用0.2的话，光可能透不太过去，因为你整块板就会变得太厚，这跟后面也会有一点关系。那它的首层呢是0.2，首层是白色的，所以影响不会这么大。OK。那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最后的宽度。那这边呢，我自己试过用2.7去印的话呢，它整个板都会太厚，光会透不太过去。是整块板的厚度。对，这是整块板最厚的地方的厚度。但是这边有个条件，就是这会跟你的背光有关系。如果你的背光是用非常强的灯光去打的话，它其实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但是如果只是一般的手电筒，或是你想用手机去照光，就可以呈现得很漂亮的，我这边建议就是用2就可以了。所以就是看你的光源强度去调整。对。然后再来就是这边会有一个宽度，那因为这个宽度呢，它是锁住的，就是它只让你动这个宽，那高的部分呢，它会随着你的宽去做等比例缩放。这就是整张画的长宽吧？对啊，这边的话它其实是有锁定的啊，你如果把它勾打开的话，你就可以自动去调它的长宽高。
那这边的话，告诉大家一件事，如果你这边设定的越大呢，它的解析度会越大，因为我刚刚讲过，它会跟你的线宽有关系。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从原本的99改到200，就是增加1倍之后呢，可以看到这整张图的解析度其实有变高的。那如果我们想让它解析度再高一点点呢，第二个做法就是去调它的颜料的解析度，颜色的色宽的解析度。那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所使用的是 Prusa， 我对这台猎鹰机其实是有一点信心的，所以我的做法呢就是把它的这个线宽调到1倍高。那这样的结果呢，可以让它的解析度变得更好。可以看到它解析度其实又会再变得更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按 Create STL， 它就会自动把它下载下来了。它就会寄到你信箱去吗？不会，它会直接 download 到电脑里。对，没有这么复杂。那个信箱的话，那个信箱好像是半个 account。哦。好，那我们把它载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打开我们的这个 Prusa Slicer。所以我们打开之后呢，选择 MMU2。那这边就会有4个颜色，那我自己的5个颜色。那我自己的做法呢是先进到印表机设置里面，那挤出头依次去把颜色改过来。那因为我是想要用 CMYK YMCK， 所以我会按照那个顺序去给颜色。YMCK 是 CMYK。没关系，那我是用 YMCK 给颜色。那我第二个呢是用的是黄色，然后第3个呢我用的是洋红色，洋红色这个。那我第4个呢用的就是青色。这就只是看你 MMU 上面对应的 nozzle 上面的颜色。对啊，你这个顺序都可以继续调整，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布局器，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刚刚download 的那个东西把它打开。那在 MMU2 有个地方比较有趣，就是当你把它放进来之后，它会告诉你说它是一个多部分的对象，是否要把它合成一个部件，选择是就可以了。然后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时候就要选择切片，那就按照刚刚的顺序，青色的部分是4，然后洋红的部分是3。基本上就是对着上面的名字去标你的颜色嘛。对，这个环节不会。好，这样结束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右边这一块要注意哦，因为这个是擦料塔，所以那个颜色很重，就是宽度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多个挤出头的地方呢，我们设定一下宽度，设30就好。好，那我把它放在旁边，然后进行切片。好，切片完成的时候呢，我们先看一下。首先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刚刚没有提到，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它的层高是用0.1，所以这边要调整一下，调整成0.1。好，然后我们再切一次片，不好意思。好。切片完之后就看到它长这样，最大的高度是2米，最低的高度是0.2。那在有颜色的部分呢，只会出现在点3到点7的部分，然后点8之后就会做一次封顶，然后再就开始做这个图。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制作方法就是一样是透过刚刚这个亚克力叠色片的方法，然后它一层一层叠上去，只是呢它会透过从点3到点7这5层中间去叠颜色，那每一层之间，它可以有4种颜色：白色、黄色、洋红跟青。所以等于说是有4的无次方。那这样的话，它最多会有1024种颜色，但其实不会有这么多，因为其实颜色重叠的变化会比较多。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我们会有一些其他不同的照片去展示说怎么样会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就是完成了一片，然后进行列印。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它是多色材料才有办法去列印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所使用的是像 MMU2 或是你有调色盘，那这样的话你在列印的过程中，你只需要去注意颜色能不能顺利切换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所使用的机器是像一般的列印机，譬如说原版的 Prusa， 那它就只有一个喷头。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如果想要达成像这样的列印的方法的话，也不是不行，只是你每列印一种颜色就必须暂停。那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它的工具告诉你它切换了16次，所以如果你想要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呢，你就必须在旁边守护它15次，然后每一次都换，然后它印完之后呢再印下一个，也是可以达到的，只是你会比较花时间而已。好，太累了。那我们回到这个页面，那我们一样导入其他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展示结果。那我们这边呢有一些做好的，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是这个达文西的名作《最后的晚餐》的话，
我们放进来之后呢，如果一样是用0.8刚刚的参数去制作的话呢，宽度是200，那我们看到它制作出来的解析度呢，其实是会非常的糊的，就是你甚至看不太到里面各个人物之间的表情。所以我们这边做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因为我相信我的机器，机器就会回应你。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做法就是先调整成0.4。这个调整其实要非常注意，第一个是因为你线宽只有1层的时候，你的颜料它可能只会上1条线的线宽，等于说它不会重复去回填这个颜色。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的机器没有办法支援这么好，在回缩跟列印的过程中，它没办法那么精准的去放料的话，你的整个画面可能会变得很丑。所以这地方你要自己去做斟酌。那我们看到它的结果跟上面来看，它是比起刚0.8的时候，它的解析度变得高很多。再给大家看一次，如果我们把它调整成0.8的话，如果调整成0.8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解析度会突然间变低，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得比较不清晰。所以我们还是把它调整成0.4，会有比较干净的画面。但这个可能要取决于你的列印机的程度，当然你也可以换成更小的分头也可以。那我们第二个要去在意的就是我们画面出来的颜色跟原本的颜色去相比，能不能做到一致。这边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以我列印的结果好几片来看，其实很难做到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让我们列印的结果非常接近，它的这个预览画面。对，那这个预览画面呢，它就会取决到不同的颜色，这边有 CMYK 不同颜色。那你也可以选择不同厂牌的颜色之后，它会有点变化。我举例，如果我们是用伊桑的线材的话呢，它的结果呢其实是会有比较灰，然后颜色有点偏蓝。那如果呢你是用别的颜色的，它的好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这个呢就会变得比较暖一点点。结论就是我们自己去上网找对应的线材去做列印，那一样可以让它的饱和的还原程度跟这一张的预览图变得非常相似，但是跟原图来相比，还是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区别。那这边来讲一下什么样的图你列印出来的结果不会让你觉得太奇怪呢？那我们这边有推荐几种，一种就是像卡通或动画，就我们有列印像是如果是小小兵的话呢，它的结果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相似。那我们这边也放一个小小兵的图，放上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前后。上面的图跟下面的图呢，其实看到它还是非常相似的。那这就是说，因为它本身卡通图或者是动画图，它的切片方法，就是说它的颜色的变化不会有很明显的渐变，或者是不会有一些迷雾在整个画面过程上，颜色在做区分的时候，它不会需要分得成这么多色。换句话说，就是你的颜色在印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干净。但是如果你今天选择用的是印像黑豹这样的图，这个我们也有印出来。那因为黑豹我们会看到它背后都是雾雾的画面，所以你在印的过程中，它其实就会颜色会变得比较怪，但是该有的人物啊、豹啊的线条它都可以印出来，只是后面迷雾的部分它没有办法去呈现出像这样黑雾雾的感觉。所以如果今天想要做这样的尝试的话呢，我们建议就是以动画、漫画为主，卡通动画为主。但如果你也想尝试一些比较近代作品的话，那你也可以选择用像油画或者是签字笔画、喷漆，它都可以有非常相似的结果。但如果你要去临摹的是像水墨画或水彩画的话，因为它里面会有比较高程度的渐变的绘画技巧，所以你在做这样的 color lithophane 的时候，它就会有比较大的偏差。好，那这就是我们7、8月统整下一个比较有趣的列印。那我们也欢迎你告诉我说，你在这7、8月的过程中有发现什么有趣的列印方法吗？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也欢迎订阅并分享给有多色列印或者是有要考虑单色切换15次的王者。那我们也很欢迎你们把你们的结果私讯到我们的粉专，还是私讯给我们的 IG 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拜拜。